喺全球城市化嘅浪潮中，當多數研究者聚焦於經濟數據與建築景觀嘅時候，伊斯坦堡以其獨特嘅空氣構成，揭示咗城市文明嘅另一個維度。呢座橫跨歐亞嘅1500萬人口超級大都市，其空氣不單只係物理存在，更係地理強制性、歷史層積性、社會分化性與熵增衰減性嘅立體檔案。喺呢度，每一次呼吸都係度講述住文明交匯處嘅複雜敘事。第一章：地理強制，海峽城市嘅空氣困境。始於大約6500萬年前嘅新生代造山運動，塑造咗伊斯坦堡獨特嘅空氣命運。非洲板塊與歐亞大陸嘅持續碰撞，唔單止抬升起博斯普魯斯海峽呢度天然屏障，更造就咗全球最複雜嘅城市空氣系統。31公里長嘅水道成為黑海同地中海嘅唯一通道，亦成咗唔同氣候系統交鋒嘅前線。氣象數據顯示，海峽區域每年面臨200幾天嘅雙向氣流對沖，來自黑海嘅冷濕氣團同地中海嘅暖乾氣流喺呢度角力糾纏所形成嘅鹹濕空氣，形成獨特嘅海峽效應。伊斯坦堡有關機構長期監測表明，呢種效應導致污染物擴散速度比同等規模城市明顯慢，創造咗不利於空氣淨化嘅天然條件。城市形態進一步強化咗地理嘅強制性。歷史核心區平均寬度不足4米嘅街道，雖然形成咗獨特嘅生活景觀，但亦都成為污染物嘅天然陷阱。而20世紀後建設嘅寬闊大道，係改善通風嘅同時，亦都誘發咗更多嘅交通流量。呢種空間矛盾揭示咗城市規劃中嘅深層困境，保護傳統與改善環境之間嘅兩難抉擇。第二章：歷史沉積，三重文明嘅空氣考古。公元324年，當康斯坦丁大帝決定喺呢度建立新羅馬嘅時候，伊斯坦堡嘅空氣開始咗首次文明重構。此後千幾年間，拜占庭帝國喺呢片土地沉積下獨特嘅空氣層理。聖索菲亞大教堂嘅建築記錄顯示，僅其主體工程就產生數萬噸大理石碎屑粉塵。呢啲微粒係隨後幾個世紀中持續影響住城市空氣嘅成分。到1453年，奧斯曼帝國對前任嘅征服，帶嚟咗空氣嘅第二次系統性變革。宮廷檔案記載，16世紀蘇萊曼大帝時期，僅托普卡柏皇宮每日就消耗數以百公斤計嘅咖啡豆。咖啡因分子同香料市場裏邊嘅藏紅花、肉桂等揮發性有機物一齊，重塑咗城市嘅嗅覺景觀。呢個時期，空氣中首次出現來自遠東嘅絲綢纖維以及美洲嘅煙草微粒，見證住帝國版圖嘅擴張。第一次世界大戰，奧斯曼戰敗瓦解。1923年，土耳其共和國建立，開啟咗空氣嘅第三次重構。凱末爾嘅現代化工程對城市空氣進行咗有意識嘅重塑。工業區嘅規劃將排放集中於特定區域。拉丁字母推廣帶動印刷業發展，使化學溶劑成為新嘅空氣成分。呢個時期嘅政府檔案明確記載，空氣質量管控係現代化嘅重要組成部分。呢啲歷史層理喺當今嘅城市空氣中依然可辨。考古學家喺土壤樣本中發現咗連續嘅污染物沉積。4到5世紀嘅鉛峰值對應拜占庭水管製造。16世紀嘅銅濃度上升與奧斯曼武器工業同步。20世紀中期嘅二氧化硫激增則見證咗工業化進程。
空氣成為解構城市文明史嘅獨特媒介。第3章，精神空氣，文明交匯處嘅認同焦慮。伊斯坦堡嘅精神空氣充滿咗文明交匯處特有嘅張力。喺呢度，每一次呼吸都可以感受到唔同價值體系嘅碰撞。老城區嘅宣禮聲同貝伊奧盧嘅酒吧音樂係空氣中交織，構成咗獨特嘅聲音景觀，講述住傳統與現代嘅持續對話。呢種精神分裂係建築空間入邊得到具象體現。聖索菲亞大教堂嘅身份轉換，從教堂到清真寺，再到博物館，又復歸清真寺，唔單止係功能嘅變更，更係空氣中精神符號嘅重構。有當地年輕人就坦言，喺呢度，我哋連呼吸乜嘢歷史都要聽從權力嘅安排。知識分子嘅焦慮係咖啡香氣中彌漫。一位大學教授喺尼上塔什嘅咖啡館表示，我哋每日都喺唔同嘅空氣之間切換。返工時呼吸全球化嘅空氣，返屋企之後呼吸傳統嘅空氣。呢種分裂真係好消耗人，但係呢啲就係現代土耳其人嘅命運。呢種認同焦慮成為了解當代土耳其社會嘅重要窗口。社會調查顯示，唔同代際對空氣質量嘅感知存在顯著差異。後生仔女更關注 PM2.5 等理化指標，而老一輩則更在意味覺體驗嘅傳統性。呢種認知差異唔單止反映咗教育背景嘅差別，更揭示咗現代化進程中價值觀念嘅深刻變遷。第4章，日常生活，呼吸嘅社會建構與實踐。伊斯坦堡居民嘅日常係喺唔同空氣質量空間中嘅穿梭實踐。朝頭早嘅香料市場，商人們打開鋪門，釋放積蓄一夜嘅濃郁氣味。同一時刻，金融區嘅白領們走入配備高級淨化系統嘅寫字樓。呢種差異不單止體現喺空間上，更深入到咗社會生活嘅各個維度。中產家庭通過購買空氣淨化器，選擇綠化率高嘅社區，使用私家車通勤等方式，構建起空氣防護罩。而低收入家庭則更多地暴露於街頭烤肉攤嘅煙霧、老舊公交車嘅尾氣同密集居住區嘅渾濁空氣中。交通方式嘅差異唔單止係經濟能力嘅體現，更加係社會資本嘅具體化。夜生活文化提供咗觀察空氣實踐嘅絕佳窗口。係精品咖啡館，顧客消費嘅唔單止係咖啡，仲有經過精心調控嘅室內空氣、溫度、濕度同潔淨度嘅精確組合。而係傳統茶室，人們更習慣於同街頭嘅煙火氣、水煙嘅果香同來往嘅灰塵共存。呢兩種空間代表咗唔同嘅空氣觀念同生活方式。非正式經濟群體發展出獨特嘅空氣應對智慧。街頭小販會根據風向同空氣質量調整經營位置，而流動書攤會選擇污染物濃度較低嘅時段出攤。呢啲微觀嘅空間實踐構成咗城市空氣使用嘅草根知識體系，展現出底層社會嘅環境韌性同適應性。第5章，社會分層，空氣資源嘅分配政治。伊斯坦堡嘅空氣地圖同社會經濟地圖呈明顯重合狀態。數據顯示，收入最高嘅10%社區，其空氣質量優良天數比最貧困嘅10%社區多出接近1/4。呢種差異唔單止源於工業佈局同交通規劃，更反映咗唔同社群喺環境資源分配中嘅話語權差異。房地產市場嘅定價機制清晰咁反映咗呢種趨勢。
相同區段嘅住宅會因是否配備新風系統而產生嘅價格差異可接近30%。開發商係營銷高端項目嘅時候，空氣質量已成為僅次於地理位置嘅宣傳重點。呢種空氣資本化現象正係度加劇緊居住空間嘅社會分化，而教育資源嘅分佈強化咗空氣不平等。優質學校集中係空氣質量較好嘅歐洲岸北部，令到低收入家庭子女一係承受更長嘅通勤時間，否則就要接受更差嘅空氣環境。教育與衛生部門數據顯示，空氣污染區嘅學校，學生呼吸道疾病發病率比空氣優良區明顯高出。年齡結構成為空氣暴露嘅重要變量。老年人口比例高嘅傳統社區，由於居民戶外活動時間較長，對空氣質量更敏感。但係呢啲社區往往亦都係城市更新中被忽視嘅區域，形成咗特殊嘅老齡污染疊加效應，暴露出城市治理中嘅代際正義問題。第6章比較視野，文明交匯處嘅共同命運。同本頻道關鍵詞勢不可擋的城鎮化中描述嘅壩址文化相似，伊斯坦堡嘅空氣困境同樣源於佢嘅地理特殊性。正如怒江流域因高山峽谷限制而城鎮化率嚴重不足，博斯普魯斯海峽嘅天然阻隔亦都令伊斯坦堡嘅空氣流通面臨先天制約。呢種地理決定論係人類文明史上反覆上演，提醒住我哋自然條件對城市發展嘅持久影響。加拿大記者兼作家道格桑德斯係落腳城市中提出嘅城鄉二元對立理論，係伊斯坦堡呈現出特殊形態。呢度唔單止係城市同鄉村嘅對立，更係歐洲同亞洲、傳統與現代、宗教與世俗嘅多重對立。呢啲對立不單止體現係建築形態同經濟模式上，更加深刻銘刻係每一立方米嘅空氣成分中。從怒江到伊斯坦堡，從亞洲到歐洲，文明交界處嘅城市都面臨住相似嘅困境。點樣係保持獨特身份嘅同時實現現代化轉型，又點樣係繼承傳統嘅同時擁抱未來？空氣呢個最普遍又最易被忽視嘅元素，成為觀察呢啲困境嘅絕佳窗口。第7章結語係呼吸間理解城市文明。當我哋喺伊斯坦堡嘅空氣中聞到拜占庭嘅沉香、奧斯曼嘅咖啡、共和國嘅鋼鐵同全球化嘅美氣嘅時候，我哋實質上係喺度讀緊一部濃縮嘅人類文明史。呢部歷史話俾我哋知，城市嘅本質無關乎佢建築嘅高度，而在於佢嘅居民呼吸嘅質量。文明嘅價值無關乎佢擴張嘅速度，而在於佢同環境和解嘅智慧。伊斯坦堡嘅案例表明，空氣問題本質上係發展模式同社會結構嘅顯影劑。改善空氣質量唔單止需要技術手段，更需要深刻嘅社會變革。當城市能夠確保每個居民都享有清潔空氣嘅基本權利嘅時候，我哋先可以真正談論文明嘅進步。企喺博斯普魯斯大橋頭，睇住海峽兩岸嘅燈火陸續點着，我哋應當明白呢座城市嘅未來唔單止取決於如何建造，更加取決於點樣呼吸。對於每一位抵達或者生活喺伊斯坦堡嘅人嚟講，係每一次吸氣與呼氣之間，我哋都參與緊呢座永恆之城嘅重塑，亦都見證住人類文明喺矛盾中前行嘅印記。
شهر بوكم رشه دای خریبم دای چه بکن بختم نشه哦，係啦，呢度係城市關鍵詞 urban keynotes，我哋用關鍵詞嘅方式，從 A 到 Z 解構城市，仲有好多非常好玩嘅關鍵詞。以及有精彩嘅出版物播。話俾我聽，你個城市有啲乜好玩嘅嘢？仲有啊，有你訂閱，我有動力。